音乐现场是震撼，是包围，是心跳和呼吸的共鸣。无论是摇滚的狂热、古典的庄重，还是爵士的即兴，我认为现场音乐都拥有一种难以复制的氛围感，空间动态、瞬息万变的能量。这种感觉如何在耳机里被还原？一副耳机要部分还原现场的氛围，需要的不仅仅是解析力，还需要有足够的声场、动态和空气感，甚至能够还原舞台上面的位置感。那么，面对不同的现场音乐，耳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才能够让您在家中、在旅途、在街头也能部分感受到舞台上面的氛围？大家好，我是小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现场音乐这个类型。首先，就我的观点来看，现场音乐受制于录音设备和环境噪音或者说意外因素的影响，现场的录音往往是不如录音室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完美，造就了现场音乐独一无二的魅力。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在现场演绎当中也是如此。每一个不同地点的现场演绎，都是对音乐本身的重新构建，而且很多现场版都有着不一样的编曲。我相信每个喜欢音乐的朋友都不会拒绝现场演绎。我个人听音乐有一个习惯，就是当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后，一定会在 B 站搜一下，看看有没有现场版，实际的看一看，听一听。音乐对我而言，不光光是听觉体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看到舞台状态，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元素，不光要听到，更要能看到。比如这首来自 U2 的 With or Without You， 因为观众席的一些意外，让主唱直接来了一段即兴发挥。注意，这一段并非是歌曲原版的内容。In the light of the day, I knew that summer had arrived. When I saw your eyes, when I see you, when I hope that it was good, as it was good for me, as it was good for you, then it was good for me. And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again. Yeah.而现场音乐与录音室音乐就本质而言，其实就是版本的差异。如果说您喜欢古典音乐，那么同一个曲目，您就绝对不会只拘泥于听同一个版本，大概率的会去试试看不同指挥家、不同乐团的不同版本，是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这首来自新浪潮乐队 Talking Heads 的 Life During Wartime。Through the roadblock, we've been knitting with the crowd. We got computers, we're tapping phone lines. Know that that ain't allowed. We dress like students, we dress like housewives, or in a suit and a tie. Changed my hairstyle so many times now. What I look like? You make me shiver, I feel so tender. Pretty good team. 说实在的，我之前从没有见过人躺着也可以演唱的。再比如说这首来自邓丽君的 I Just Call You I Say Love You。 No giving thanks to all the creatures.
说我们只听 CD 的话，那么这首歌可能就会被永远的错过了，这样就见不到邓丽娟多彩的一面了。下面是一支独立乐队，也就是妖乐队，现在改名叫寸铁了。我买了很多的 CD 和黑胶用来收藏。是的，琴弦断了，但是不要紧，接上就行。这种意外我们只能在现场当中才可以看到。那么有没有什么现场版的音质和演绎能超越录音室的？答案自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少。比如这首玉置浩二在安全地带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安全地带2》里面的经典曲目《酒红色的心》，我认为现场版本的演绎就比录音室版本要具备了更多的活力。再比如这首 Pink Floyd 的 Run Like Hell， 现场的激情就远远不是录音室所能比拟的，没话讲，真的没话讲，简直是完美的演出。虽然不太喜欢什么排名啊，但是这场演出的经典程度，我认为值得永久保存。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叠加，所以表现现场音乐与表现录音室音乐对于耳机往往有着不一样的要求。一副耳机如果说偏向于严肃和客观，比如 RE900， 或者强调分析力与还原度，比如 U18S， 再比如说拥有华丽的高频表现，侧重于明朗开阔的艾利和 Zero2， 这些耳机用来聆听现场音乐，我认为就不是特别的合适了。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有哪些耳机适合表现现场音乐，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产品聊一聊，以及表现现场音乐所需要的特质。听现场我认为有几点是比较重要的。第一是氛围感或者说舞台感，这需要充足的泛音以及声场具备一定的水准。第二是热情或者说激情，这需要耳机的音色是活跃的，而不是严肃或者说刻板的。第三是低频，没错，就现场演绎而言，额外的低频能量我认为并不是一件坏事。首先，如果说挑选一个不是那么贵的，我会首推寒武纪，原因就是这款耳机的低频与整体充沛的能量感。诚然，寒武纪的低频是有一点点边缘溢出的，
但就是这份流行的 feel， 让寒武纪在表达流行音乐、现场音乐的时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整体是活跃的，不死板的。寒武纪是米奥乐的首款有线耳机，单元方面配备了2颗静电、3颗动铁和1颗动圈。这个配置加上乐基宝的10.4平衡线，再结合4000元价位的一个售价，我认为无论怎么看都是很能打的一个存在了。不过寒武纪也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像前面说的，那就是如果说您不喜欢这种低频有一点点溢出的感觉，那么这时候就要适当注意了。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听现场音乐，这种特质对于我们聆听现场音乐，我认为尤为重要。接下来一款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来自 Model 的622，这款耳机只用了1个平板单元。之前也做过评测，就像之前所说，622这款耳机独特的暖色调和声音宽广性，能让人更容易的产生音乐代入感。虽然622在高频延展性上面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由于本身低频的出色水准，所以高音方面的表现并不会对我们感受现场音乐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之所以推荐622而不是821，一来是因为622对于前端的要求远没有821那么的夸张。二来是因为821的色调在我看来没有622这么的温暖，可能是由于自家旗舰定位的关系，所以 Model 821驱动的不够到位的话，高频反而会出现一些碎裂感的，这对于我们聆听现场音乐会造成一些不利影响。Model 622今年也推出了一个新的配色，这个颜色可以说大胆而不扎眼，色彩非常的鲜明和跳跃。622这款耳机经常会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最近的一个体会是用622去听音乐，没有任何神经紧绷的感受，因为622的声音一点都不硬，能够把人声的口型体现的比较的饱满厚重，具备一种独特的音箱感，这能够让我们用家产生一种似乎被音乐包围住的感受。对于 Model 622，我认为配备一个合适的尾巴是有必要的。虽然622已经是目前最好驱动的平板驱动式入耳耳机，但是对于前端推力的要求依然要高于同价位的混合式或者说动圈耳机，这方面需要我们适当注意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把价格调整到1万以上，有一款产品我认为非常合适，我个人是属于又爱又恨的那种，那就是来自 Campfire 的星石。这款耳机是在高素质、高透明度的身体之上，拥有穿透力极强的高频表达能力，同时还有额外注入的声音能量。简单来说，是一款略微有一点点两头翘、信息量丰富、具备很强冲击力与进攻性的耳机，能让我们听得很爽，也听得很分明。我相信，如果说您拿来听摇滚吉他、贝斯或者说鼓乐的话，那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不过，这款耳机的人声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痛点，需要通过线材和前端的搭配来进行调整。如果说是原线的话，那么原线下面的人声，我认为是会有一些刺激的情况发生的。听现场的话，可能这一点还不是特别的明显，不会构成什么不利因素。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个人声党，听人声听了很多，追求人声浑厚的口型和醇厚度的话，那么星石就不是那么的合适了。耳塞方面，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个超旗舰级别的耳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 ForteX 的麦克白，配备了25的一个结构，也就是2颗骨传导、4颗静电和5颗动铁。这款耳机虽然没有使用动圈，但是这个低频我真是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了。整体音色因为是剧院调音的关系，所以先天的我们拿来听现场音乐再合适不过。事实上，麦克白也是目前为止我听下来临场感最为出色的耳机之一，并且口味不是那么的重。如果说您对于耳机的舞台感有严格的要求，那么我会毫无保留的推荐麦克白。就音色而言，我认为已经没有麦克白不能应付的现场音乐了。无论是流行、摇滚还是古典，在麦克白的演绎之下，都堪称传神和精彩。说完耳塞，咱们来说说头戴耳机。首先是 HD600SR， 那为什么是 HD600SR 而不是 HD800S， 也不是 HD600或者 HD490 Pro 呢？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 HD800S 的大声场对于我们聆听现场音乐固然有着莫大的帮助，但是 HD800S 的声音框架实在是有些过于严肃了。用 HD800S 去听一场摇滚乐，你会不自觉地脑补出一个画面，就是台上的人怎么都这么的严肃，鼓手好像穿着西装在打鼓一样，贝斯手也是一动不动的在弹奏贝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 HD800S 并不太适合用来聆听现场音乐，反而 HD600SR 会更加的适合。因为 HD600SR 拥有更加饱满的3频，哪怕这个3频的分离度可能不是那么的高，但是这种暖色调所带来的现场感是其他深海耳机所无法比拟的。深海塞尔还有一款 HD650 也具备类似的风格。
不过 HD650是人声，尤其是男声非常的强势，但是背景乐器就不如 HD600SR 这般清晰了。所以我认为 HD600SR 比起 HD650要更加的适合来听现场音乐。HD600SR 因为阻抗的关系是经典的300欧阻抗，这在前端方面是有一些要求的。一台欧若拉这个级别的解码耳放，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此外，如果说您对于佩戴要求高的话，因为 HD6系列的几款经典型号头梁设计都是一致的，这几款耳机在佩戴上都不是特别的舒适，尤其是新机会有一些夹头的，那么这时候可能更应该选择 MV1。不过 MV1 的低频我认为没有 HD600SR 这般有力，声音密度也没有 HD600SR 来得高，这方面大家依需选择即可。当然了，如果说您喜欢古典音乐现场的话，这时候去用 HD800S 我认为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自己也收藏了不少卡纳扬和阿巴多的现场演绎，这些现场我认为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这时候 HD800S 就非常的合适了。前面聊的 HD600SR 价位不到3000，如果说我们把价位提高2个档次，我最推荐的还是 H1000 Unveiled 的，注意是 Unveiled 而不是 SE。我相信如果说您用 SE 去听的话，那可能也是一场灾难。H1000 Unveiled 拥有着头戴耳机当中排名前列的声场表达，但是这不是我最看重的，我最看重的还是 H1000U 本身宽松当中蕴含精致的声底，并且还有一点就是 H1000U 的低频。就我的感觉而言，我个人反而可能会更加喜欢 H1000U 的低频，而不是 Sasvara U 的，因为 Sasvara U 的低频虽然更加的集中，回弹更好，但是在量感这个指标上 ，Sasvara U 的低频氛围反而没有 H1000U 营造的更加到位。H1000U 是带有一些暖色调的，而 Sasvara U 我认为更加的中性。客观来说 ，Sasvara U 在火力全开之后，比如 NT1 加 EF1000 DAC 这种组合的加持之下，表现出来的声音是有一定的殿堂感的，但是这需要我们付出极高的代价，而 H1000U 就没有这么夸张了。那么 H1000U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作为一款1万多的头戴式耳机，在周边搭配上，我们还是要花费一些精力和时间的。当然了，如果说您已经有一套成熟的系统，哪怕您手头现在只有一台小 H， 那么这时候我认为也不存在什么顾虑。就我的看法而言 ，H1000U 已经足够优秀。前面我们聊了耳塞、头戴，最后我要说一个算是配件的产品，一条升级线。没错，升级线我也可以聊。这里我想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独爱 RE900， 这没有任何的问题。RE900 配合恰当的前端，其声音表现是具备一定的权威感的。但是 RE900 严肃的底子并不会改变多少。是的，在很多时候，权威就代表着严肃。我这位朋友独爱 RE900 的音色，但是又苦恼于 RE900 没法听流行、现场还有摇滚。没辙 ，RE900 听这些就是不带感，情绪渲染不到位。但是因为比较喜欢 RE900 这个冷艳的调调以及佩戴舒适度，所以也只能一直用下去。为了挑战 RE900， 我这位朋友播放器甚至搭配到了 SP3000T， 因为 SP3000T 的电子管模式能给 RE900 带来一些声音上面的温暖性，使得声音听起来不是那么的直白。SP3000T 开启电子管模式之后 ，RE900 不再是那么冷冰冰的一种感受了。但是如果说您不希望搭配一台将近2万元的播放器，那这时候我们不妨换个思路，给 RE900 搭配一条恰当的升级线，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最后一款产品。来自 Anytech 的亚里士多德，这条线就我的感受而言，堪称 RE900 的绝配。如果说您的耳机不是 RE900，但是希望给耳机增添一些氛围感和饱满度的话，那么我也会非常乐意推荐这条线给到你。亚里士多德这条升级线，除了可以赋予耳机更加扎实有力的低频，在声音的宽松度上面也表现得相当到位。比如我搭配德国 In-Ear PMX 听的时候，总感觉我是在正襟危坐、面无表情的在听音乐。就是这个耳机不会给人轻松惬意的听感，而在更换到亚里士多德之后，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您希望给耳机增添一些色彩感，让自己听得更加的放松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这条升级线，我认为是值得一试的。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耳机的现场感一直是我看中的一个选择要点。我们身处城镇、都市、海边、山涧，唯独不可能在现场，过去的现场也无法被复刻。所以如果说有一款耳机能够让我们从侧面感受一下曾经喧闹的气氛，去聆听那些经典的现场录音，感受到歌手真挚的感情流露，我认为在这一刻就是值得的。最后就用这一曲来自中岛美雪的《海浪之上》来结束今天的视频。这种流露的情感在录音室专辑当中是无论如何也听不到的。
葉に照れる優しすぎる宝遠い家で雪の貨物船が出る帰り損ねたカモメが落ちるもう届かない波の上这场1986年的现场专辑是不可多得的录音精品，千万不可错过。玩一元就可以听了，其中的绝大部分曲目都经过了重新编曲，与录音室是两种风格的呈现。我自己也购买了实体 CD 用来收藏。这场现场专辑最大的一个遗憾，可能就是没有留下现场影像了。时隔38年，谁能想到中岛美雪竟然以72岁的高龄重返舞台，还会再开演唱会？我想，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去看一次她的现场演出，或许就没有太多的遗憾了。回顾他的音乐旅程，他见证过时代的变迁，也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但始终以坚定而温暖的歌声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从未停下脚步，无论年少还是如今，始终怀抱着对于音乐的热爱，站在舞台上唱着属于他自己的音乐。正是这种始终不渝的信念与勇气，让中岛美雪依然站在舞台上，散发着永恒的光芒。希望未来的我们，屏幕前的您，也都能像中岛美雪一样，拥有那份始终不渝的信念，无论经历多少的风雨和黑夜，都能够一直走下去。就让我们在中岛美雪的歌声当中结束这期视频。再次感谢您的观看，朋友们，下期再见。